你去门口看看。嘿，Hello， 警察吗？我根本没有欠人家的钱，怎么会这样？这里交给我们吧，谢谢。Sir， 我发誓，我真的没有跟大耳龙借过钱。我跟你们说，他们找错人了。你照实说清楚。好的，我大约2个小时前回到家，我们一直在这里看电视，后来突然间听到外头有人泼油漆的声音，我出去查看，所以马上打999。也就是说，你一发现情况就马上在第一时间报警。是的。你从来没有向大耳龙借过钱吗？你还想到其他被针对的原因吗？我真的想不到啊。我们能私下谈谈吗？好，当然可以。怎么了？嘿，叫队员查附近的垃圾中心和垃圾桶，寻找丢弃的油漆罐。好的，我会请警察行动指挥中心调阅这段时间的电眼录像。很好，谢谢。怎么回事啊？这可能跟你弟弟有关。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呀？其实他的手头一直都很紧。这家伙总是入不敷出，但不表示他跟阿龙借钱。他曾经有几次想跟我借钱啊，你怎么没跟我说呢？他叫我别说的，你就答应了啊？我去问清楚好吗？去把外面弄干净。走。这些油漆是水溶性的。水溶性的？那很可能是嫌犯不想留下太多的证据，或者他可能故意让受害者更容易清理掉。谢谢。最后还得收拾这烂摊子。陈先生，请先等法政人员完成工作，我们会通知你们什么时候能够清理。没问题，我们就先等一下。陈先生，非常谢谢你们的配合。没什么。地面小组查过附近所有垃圾中心和垃圾桶，但没发现被丢弃的油漆罐。谢谢，检查得很仔细。还有其他发现吗？警察行动指挥中心把电眼录像发过来了。电梯大厅的电眼拍到他走上楼，几分钟后，陈先生的大门就被泼油漆了。之后也拍到吗？拍到。他从原路离开，当时附近一带没有其他人。能追查到他离开那座祖屋后的行踪吗？他去了附近的多层停车场，他应该是开这辆车离开的，这是共享汽车公司的车。联络那家公司确认他的身份。好，马上处理。努鲁，有进展吗？沙日扎比塞顿，27岁，共享汽车公司说他的车还在租用。还在用车？车子目前在大巴窑一带。联络大巴窑打击罪案部队了没有？已经联络了，用停车场入口的监控核实了。他租用的共享汽车出现在一座多层停车场，车子还没离开。他的共享汽车还在租用，他迟早一定会回来的。
已经等了2个小时了。他一定会回来。Bravo 小组报告，目前还没看到嫌犯。继续监视，发现情况马上报告。 Yes, ma'am. 发现嫌犯了。他目前在哪里？他走楼梯上去，准备。搭电梯上去，从2侧靠近他。行动。沙利扎宾塞顿，我是东陵警署的高级调查员李松德，你涉嫌触犯放贷人法令，现在我们要逮捕你。嫌犯会不会趁机逃跑呢？稍后为你追踪他的下一步行动。我们先来关注去年底实施的新法规，诈骗罪犯将面对更严厉的鞭刑处罚。 在新加坡，诈骗仍然是个严重的问题，许多人因此失去了毕生积蓄。因此，打击诈骗是我国的当务之急。从2025年12月30号起，针对诈骗和相关罪行的法律已经进一步加强，同时引入鞭刑作为对这类罪犯的惩罚措施。参与诈骗集团进行诈骗活动的成员，或者是担任招募者，现在他们将会被判处强制性鞭刑，介于6到24下。 协助或支持诈骗活动的前罗，例如通过洗钱、提供 SIM 卡或提供自己的 SIM Pass 银行户头资料，将可被判处酌情鞭刑，最多12下。 加强后的刑罚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无论是策划骗局、协助诈骗，还是欺骗他人者，现在面对更严厉的后果，包括可能被判处鞭刑。大家要时刻保持警惕，避免以任何形式，不管是直接或者间接卷入骗局。现在回到斑眼案件中。 沙利扎宾塞顿。 我是东陵警署的高级调查员李松德，你涉嫌触犯放贷人法令，现在我们要逮捕你，铐上，交出手机。伸出左手。看来你今天很忙哦。今天下午大约3点15分，你在哪里？在外面。在外面哪里？工作。有人可以证明你在那里工作吗？我当时一个人在工作。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今天下午3点15分，你到底在做什么？我不记得了。 也许这个能帮你想起来。我相信警方还接到其他类似的骚扰案件。要跟其他单位确认吗？发内部通告说，我们拘留了一个叫沙瑞扎宾塞顿的嫌犯，请所有调查近期大耳窿骚扰案的调查员提供相关的资料。 尤其作案手法相同的案子，蓝色油漆、黑笔写的欠债字条，我马上处理。还有，把他的手机交给法政部门做分析，看能查到什么。嗨，需要你帮忙，完成后请通知我。谢谢。努鲁，最新情况怎么样？Sir，
我们完成 Shahriza 手机的分析，查到什么？他是听一个叫 David 的人指使行事的。就是这个人指使他去骚扰受害者吗？我们还在 Shahriza 的手机里发现他进行其他骚扰活动的视频和照片。所以目前我们正在处理不少案件。是的，首先有3起案件是在我们发出内部通告后才报案的。啊！爸爸，我们的门怎么了？走。啊！发生什么事？哎，怎么回事？啊！警察吗？ Charlie Ong、Daniel Bin Rizwan、Elsie Wong 这3个人都报案，声称遭到骚扰。3人当中，只有 Charlie Ong、Daniel Bin Rizwan 承认曾经向大耳龙借过钱。只有 Elsie Wong 表示，我从来没有借过钱。我想，可能是我的邻居。这种手法以前也见过。大耳龙想进一步让受害者更难堪，就会把目标转向邻居。而这一组人，并没有人报警说自己受到骚扰。David 要 Shahriza 定期汇报，所以我们有每个涉案单位所在祖屋的照片。小组着手确定这些地点了没有？是的，实际上我们把范围缩小到几个邻里。让我们看看 Shahriza 还会不会坚持否认。Sir， 不止这些，还有消息 ，Shahriza 涉及另一起未裁决的案子，他在网上发送了前女友的不雅照片。向调查员核实这起案子，现在去跟 Shahriza 谈骚扰举报，这就是事实。另外3起全都在上个星期报案，都是蓝色油漆。这些骚扰案件是不是跟你有关联？你老实说出来。我不记得了，我只做过几次啊。你说几次什么意思？是不是你在这3道门上泼了油漆？也许吧，我不记得了。那这起案件呢？就是早前问你的案子。你在替谁做事？我从来没见过他，我需要钱，所以去借了钱。钱直接转进了我的银行户头，可是我没有办法准时还。那这个人就是你说的 David。他给了我一个条件，替他做事就能把债还清。你总共干下多少起骚扰案？就这几次。你确定吗？是的。请你说实话，有证据显示你还涉及其他案子。这些证据是你自己用手机拍下来再发给 David 的。好吧，是我做的。你知不知道协助非法放贷的刑罚很严重？我没得选择，他威胁我，还威胁我的家人。我刚刚结婚，我还有个很小的孩子，我要保护他们。David 有没有说过你要替他做多久才能还清你的债务呢？我不知道。一开始他是说只做几次，但是后来一直加很多。你的受害者也应该受到保护，避免遭到别人骚扰。我去了一家卖水溶性油漆的商店，我想要确保他们在清洗起来不会太困难。我每次都把车停在顶楼附近，那里车会比较少。停车之后，我会把油漆转移到另一个容器，之后我会把油漆罐丢到很远的地方，避免在附近被人发现。然后我会在门上泼漆，写下字条，
我会拍照或拍视频发给 David 作为证明。David 让你相信，只要这样做就能抵消你的债务。谢谢你 ，Sir， 谢谢。 Sir， 嗨， Shariza 发给 David 的照片和视频已经完成分析，也获得熟悉各区的打击罪案组协助。已经确认受害者的身份了没有？确认了，根据警方记录，也确认他们都没有就骚扰事件去报警。我们亲自跟他们接触，确认他们就是被骚扰的人。没问题。也带 Shariza 去确认这些确实是他犯案的地点。好的，Sir。这里就是这房子。没有，我没有向任何人借钱，也没有人泼过油漆。女士，有证据显示你的单位被人泼漆。我当时没有去报警，我以为是跟之前住在这里的人有关。不过，主动报案能够协助警方追查干下罪案的嫌犯。我当时没有去报警，因为我听说有人报警之后被对付得更惨。你用不着害怕，警方是来帮忙的，直接拨999。我一开始就不应该向没有执照的非法放贷人借钱。你欠他们钱，他们会逼你犯下严重的罪行，你算是幸运的了。幸亏你第一时间报案，嫌犯被逮捕了。至少能够让别人不会经历跟我一样的事情。还有，我也教训过我弟弟，叫他清醒一点，别再借钱了。向非法放贷人借钱，不但解决不了债务，还可能越欠越多。在刚才的8点案件中，一名欠债人协助无牌放贷者到他人的住家进行骚扰，这类威胁恐吓手段常被用来逼迫他人还债。由于东林警署的警员行动迅速果断，这名罪犯很快就被缉拿归案。警方严正看待所有涉及非法放贷和骚扰活动的人，请远离无牌放贷者，不要以任何方式跟他们合作或提供协助。任何涉及非法放贷的行为，都可能面对监禁、鞭刑和罚款等严厉刑罚。请大家远离非法放贷活动，保护自己和社区的安全。2025年12月，新加坡警察部队在多个地点展开执法行动，严厉打击犯罪活动。这些行动由各执法机构执行，包括速毒局、移民与关卡局、民防部队和卫生科学局。在黄埔一带，警方打击非法赌博活动时，逮捕了多名涉嫌违反赌博管制法令的人士。在乌节路一带，警方对公共娱乐场所展开了执法行动。多名嫌犯因违反妇女宪章和可能涉及非法雇佣行为而被捕。现在午夜12点，在我后面，红帽桥警署警员和卫生科学局人员刚刚在巴耶利巴路上段的公共娱乐场所展开联合执法行动。警方与卫生科学局密切合作，对巴耶利巴路上段的公共娱乐场所展开执法行动。警员对超过40人进行检查，以侦测和遏制非法活动。一名43岁男子被发现持有电子烟，相关案件交由卫生科学局处理。警方绝不容忍娱乐场所内的非法活动。这类联合执法行动向罪犯清楚传达，警方绝不容忍非法活动，并坚决对违法者采取严厉的行动。现在知道了，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天。2026年绳之以法第1集到这里已接近尾声，今年是绳之以法开播40周年。节目自1986年首播以来，持续向一代又一代的观众传递了重要的防范罪案信息，也展现了我们如何携手共同守护每一天。我是王伟璇助理警监，感谢您的收看。
请大家各尽本分，共同预防、遏制和侦测罪案。再会。